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阅读101。今天我们来聊聊10万欧洲骑兵对抗6万蒙古骑兵，却兵败如山倒的故事。熟知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，作为好战民族，欧洲人一旦进入军营，便会开始长期的训练。训练过程中，往往需要穿着厚厚的铠甲，这是为了在作战过程中不易遭到伤害。讲究重兵装配的军队，连他们的战马都会穿上厚重结实的铠甲。这样的一支队伍不仅做到了完备的防御，在攻击方面也确保力量。而欧洲如此强大的队伍，依旧有着他的死敌。13世纪的蒙古铁骑在成吉思汗的影响下，将蒙古人的骁勇智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，不仅将亚洲横扫，还将目光投向了欧洲。不少欧洲国家开始担惊受怕，日夜练兵，时刻准备抗击蒙古士兵们的进攻。对于蒙古士兵，最开始欧洲人认为仅仅依靠轻装的骑兵又怎能与铁甲对抗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蒙古士兵一路所向披靡，随着不断向前推进，蒙古大军即将兵临匈牙利城下。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急忙组建大军，准备抗击蒙古铁骑。贝拉四世的部队是日耳曼中最优秀的骑士人组成的，总人数大约有10万人，而据他们所知，蒙古人士兵仅6万而已。一直多次在欧洲战争中无往不利的骑士军团，根本不将蒙古士兵放在眼中，结果他们引以为傲的重装铁甲不仅没有发挥到作用，在面对灵活的蒙古士兵时还成为了阻碍。沉重的铁甲使得欧洲人无法自如地进行攻击，蒙古军队的迂回交锋让欧洲人失去了优势，而蒙古军队往往能抓住时机寻找破绽。最终的局面演变为欧洲部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，盲目挨打。毫无疑问，这场战争以蒙古士兵胜利为结局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出发时的10万欧洲骑士被打得丢盔弃甲，伤亡惨重，不到3天就只剩下的几千人。而蒙古军队为何能做到以明显的人数装备劣势打败欧洲军队的？这首先在于作战前的部署规划。蒙古军队擅长突袭，因此排兵布阵采用轻骑兵掩护的平行队伍，而重骑兵藏于掩护的轻骑之后，这在交战的时候能做到迅速的交快队形。敌军靠近时，后排的轻骑兵穿过重骑兵向前，利用灵活的优势对敌军发起攻击，在伤害到敌军之后，整个队伍共同向后退，如此之后将敌军的队伍打乱，最后在敌军处于崩溃边缘时，重骑兵则立刻上前发动猛烈攻击。其次，欧洲的传统武器刀剑斧的都是近距离杀伤武器，而蒙古军队则采用远距离的弓箭，在战争中可以先发制人。